这座入选中国10大考古新发现的辽墓，竟比帝陵还奢华。墓室通体由上千块绿色琉璃砖铺成，宛如一座地下水晶宫。而考古队打开棺盖，发现里面居然有一方刻着万岁台的金花银砚盒，这是皇帝才能用的东西。更离谱的是，盖在墓主身上的西式黄袍，竟被当地牧民拿去当抹布擦桌子，家家户户都有几件。这座墓的主人正是辽代开国元勋耶律余之，他生前权倾天下，死后却尸骨尽碎。这座千年古墓到底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他的一生到底有多少传奇故事？1992年7月，一则消息像惊雷般炸响在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发现一座辽代大型墓葬，惨遭盗墓贼光顾。更让人震惊的是，这座墓葬竟用琉璃砖砌成，这在辽代考古史上可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别说普通贵族墓，就连帝王陵都未曾有过如此奢华的配置。庆幸的是，墓葬中已发现墓志，这对考古墓主人身份将会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几天后，墓志拓本送到了考古研究员盖之庸手中。密密麻麻的楷体字里，一个熟悉的名字跃入眼帘，他就是耶律余之。这位辽代开国功臣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是堂兄弟，早年辅佐阿保机南征北战，为辽朝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史料中对他的记载可谓是浓墨重彩。可谁也没想到，这位传奇人物的墓葬竟然以这样一种惨烈的方式重见天日。事不宜迟，一场抢救性发掘刻不容缓。1992年8月1日，以盖之庸为首的考古队从呼和浩特出发，日夜兼程赶往阿鲁科尔沁旗。几百公里的路程，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足足走了2天。当考古队终于抵达墓葬所在地罕苏墓时，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墓葬位于当地人称裂缝山的山谷之中，这里三面环山，被海哈尔河环绕，原本是块风水宝地，可如今却被一个深不见底的盗洞打破了宁静。洞口周围散落着破碎的砖块和丝织品碎片，气氛凝重得让人喘不过气。为了先摸清楚情况，盖之庸决定先在附近村民家进行走访。可谁也没有想到，在这里居然发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现象：一户村民的院墙上居然随意搭着一件丝织品长袍。这件长袍窄袖宽身，上面用金线和银线织出精美的对缝图案，阳光一照，点点金光闪烁，华丽得让人睁不开眼。盖之庸当场就惊呆了，这可是辽代高级贵族才能享用的稀世珍品，怎么会像普通布料一样被扔在院墙上？更让人意外的是，当他走访周边几户人家时，发现几乎家家户户都能拿出几件类似的丝织品，有的甚至被当成了抹布，有的被随意扔在角落。经过走访，盖之庸这才得知，早在文物部门发现墓葬被盗之前，山上有宝贝的消息就已经在村里传开了，大家都上山去寻宝，这些丝织品都是从山上捡来的。这下考古队员们不禁头痛起来，丝织品都被村民们捡走了，而墓室也早已遭到盗扰，现在墓室里的文物还剩多少呢？经过几天的准备，考古队员们终于开始清理墓道。这条斜坡式的墓道长23米，宽4米，最深处达10余米，填土夯实的极为坚固。队员们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才一点点清理到墓道尽头。可就在这时，一个巨大的难题挡住了大家的去路。一块重达数吨的封门石死死卡在墓门处，半截露在外面，半截嵌在墙体里，想要挪开它，简直比登天还难。这封门石本是用来防盗的杀手锏，没想到不仅没能挡住盗墓贼的脚步，反倒把考古队难住了。队员们绞尽脑汁，最终决定采用2头掏空、中间加固的方法，先在封门石两侧的墙体上凿出缺口，用石条进行加固支撑，再慢慢清理封门石底部的泥土，最终在封门石中间开辟出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通道。当盖之庸第一个顺着通道进入墓室，打开手电筒的那一刻，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得说不出话来。手电筒微弱的光线照射下，
整个墓室竟然泛着莹莹绿光，仿佛踏入了传说中的水晶宫。原来这座墓室的四壁、地面甚至顶部全都用绿色琉璃砖铺砌而成，这些琉璃砖色泽莹润剔透，表面雕刻着精美的花纹，光线反射之下流光溢彩，美不胜收。要知道，即便是辽代最鼎盛时期的辽圣宗，其陵墓也只是用普通青砖建造，而耶律禹之作为一名臣子，却能用琉璃砖打造整座墓室，这简直是逾越了皇权的极限。这座主墓室进深 4.3 米，宽 4.06 米，高 4.05 米，粗略统计下来，所用的绿色琉璃砖高达几千块，每一块琉璃砖都做工精细，质地坚硬，历经千年风雨依然完好无损，可见当时的烧制工艺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就在大家沉浸在地下水晶宫的震撼中时，墓室里的景象又让所有人的心沉了下去。地面上散落着大量破碎的丝织品、腐朽的木板，还有几具散落的人骨，显然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考古队员们强压着心中的惋惜，开始小心翼翼地清理现场。随着清理工作的推进，更多精美的墓葬构件被发现。考古队员先是发现了一对彩绘小门扇，上面雕刻着蹲踞的雄狮，双目炯炯，肢体线条流畅，充满力量感。墓室四壁上还残留着铁制的挂钩，显然是用来悬挂幔帐的。不难想象，当年这座墓室何等富丽堂皇。可如今，幔帐早已腐朽，只剩下这些挂钩，无声地诉说着曾经的繁华。清理工作进行到第3天时，一名考古队员在墓室四壁的铁钩上发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那竟然是2根麻花状的辫子。这2根辫子保存得相当完整，乌黑发亮，显然是古代契丹人的独特发饰坤发。可他们为什么会挂在铁钩上？墓主人的尸骸又去了哪里？考古队员们顺着铁钩的位置仔细搜寻，终于在一堆烂土和碎砖中找到了一具头骨。这具头骨的眉骨高耸，下颌骨宽大，牙齿磨损程度严重，明显是男性的特征，而且年龄应该在60岁左右，与史料中记载的耶律禹之去世年龄大致相符。难道这就是耶律禹之的头骨吗？他的辫子怎么会挂在铁钩上呢？就在大家疑惑不解时，又一具头骨被发现了。这具头骨相对较小，骨骼纤细，推测应该是女性。结合墓志记载，考古队员们判断，这座墓葬是耶律禹之与其夫人的合葬墓，这具女性头骨就是耶律禹之夫人的遗骸。可让人揪心的是，无论是男性头骨还是女性头骨，都与四肢骨散落各处，有的骨骼甚至出现了断裂痕迹，显然是遭到了人为破坏。是谁会对墓主人的尸骸下此毒手？是盗墓贼为了寻找随葬品而肆意践踏，还是与耶律禹之家族有深仇大恨，故意毁墓泄愤？联想到之前发现的盗洞和散落的文物，考古队员们推测，大概率是盗墓贼在盗墓过程中，为了抢夺尸身上的金银饰品，不惜破坏尸骸，甚至将辫子扯下，随手挂在了铁钩上。这种野蛮的行径让在场的考古队员们既愤怒又惋惜。可更让人震惊的还在后面。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一件造型精美的金花银砚盒被发掘出来。这件砚盒平面略呈梯形，盒身内套一层素面银片，底部有13个花石足，周边暂刻着忍冬卷草纹，鎏金装饰之下显得华贵无比。而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砚盒顶部的图案中，一条游龙缠绕着3只丽莲，花心之上赫然竖刻着万岁台3个字。万岁2字在古代可是帝王专属，寻常臣子谁敢用这样的字样？再加上砚盒上的龙纹，这分明是帝王级别的器物。耶律禹之虽然权倾朝野，终究只是一名臣子，他为何会拥有这样一件僭越之物？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赏赐，还是他私下铸造，暗藏野心呢？此时的考古队员们心中的疑问越来越多。除了绿色琉璃砖的超规格墓室，刻有万岁台的帝王级砚盒、散落的尸骸、被倒空的金银器，还发现了数量庞大的丝织品、金器、瓷器，
这座古墓就像一个巨大的谜团，吸引着大家一步步探寻真相。首先，在耶律禹之墓中，考古队员们清理出了不少的丝织品碎片，种类近100种，虽然大多已经残破不堪，但依然能从中看出辽代丝织工艺的精湛水平。这些丝织品中有耶律禹之生前所穿的锦袍，虽然已经破碎，但残留的部分依然能看到用金线和银线织成的团颗对缝图案，花纹繁复精美，流光溢彩，堪称稀世珍品。还有一些丝织品采用了印花、刺绣等工艺，图案既有盛唐时期的雍容华贵，又融入了契丹游牧民族的豪放风格，飞鹰逐鹿、团花卷草等图案栩栩如生，展现了不同文化的深度融合。考古队员们将这些丝织品碎片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运送到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进行修复保护。通过科学检测，工作人员发现，这些丝织品的原料不仅有常见的桑蚕丝，还有一部分是座蚕丝，而这些座蚕丝就来自契丹本地。这一发现让考古队员们颇为惊喜，因为座蚕丝的韧性更强，适合制作结实耐用的衣物，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契丹民族常年骑马放牧的生活习性，需要耐磨的衣物来适应游牧生活。除开精美的丝织品，耶律禹之墓中还出土了不少的金银器。虽然金银器大多被盗墓贼洗劫一空，但考古队员们还是从一位牧羊官的手中追回很多珍稀宝物。在追回的金银器中，有2只錾刻花纹的金碗尤为引人注目。其中一只圆口花瓣腹錾花金碗，底部刻有双鱼图案，周围环绕着波纹，外壁则以阔叶团花为主要图案，鸿雁两两相对，姿态亲昵，尽显契丹民族的游牧风情。另一只金碗的造型更为简洁，但碗壁上錾刻的缠枝莲纹同样精美，线条流畅，工艺精湛。除了金碗，还有多件金质首饰被追回，包括手镯、戒指、耳坠等。这些首饰造型各异，有的镶嵌着玉石，有的錾刻着精美的花纹。其中一枚金戒指上雕刻着一只展翅飞翔的雄鹰，栩栩如生，充满了力量感，展现了契丹民族对雄鹰的崇拜之情。相比金器，墓中出土的银器数量更多，种类也更为丰富，有用来盛放食物的银碗、银盘，有用来装水的银罐、银壶，甚至还有用来盥洗的银质扎斗，也就是今天俗称的垃圾桶。这些银器大多造型规整，工艺精良，有的还采用了鎏金工艺，显得华贵而不失典雅。其中一件银质扎斗，造型小巧玲珑，碗口呈花瓣状，外壁錾刻着缠枝牡丹纹，堪称实用与美观的完美结合。这些精美的金银器不仅反映了辽代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也体现了耶律禹之生活的奢华，财力的雄厚。在耶律禹之墓中，瓷器是随葬品的大宗，数量相当可观。这些瓷器器类丰富，窑口众多，涉及邢窑、定窑、越窑、耀州窑等多个著名窑口。器型包括鸡冠壶、盘口瓶、盖罐、钵、碗、粉盒等，堪称一座地下瓷器宝库。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瓷器中还有几件具有契丹民族特色的鸡冠壶。鸡冠壶是辽代瓷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器型，造型模仿契丹民族常用的皮囊壶，既方便携带，又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墓中出土的鸡冠壶，壶身刻有精美的花纹，釉色光亮，虽然已经残破，但依然能看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所有的文物都已经被清理完毕，而那方记载着耶律禹之生平的墓志成为了解开所有谜团的关键。这方墓志以灰色砂岩为材料，题为《大契丹国东京太傅相公平行墓志铭》，用1210个楷体字详细记录了耶律禹之的显赫身世和生平功绩。根据墓志记载，耶律禹之出生于契丹族迭腊部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和兄长都曾担任仪礼锦一职，主要掌管军事大权。他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同出一脉，属堂兄弟关系。耶律禹之自幼聪慧，才能过人，通晓多种部族语言，
早年就参与军谋，深受耶律阿保机的器重。公元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攻灭渤海国，在其基础上建立了东丹国，封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国王。东丹国下设左右大相和左右次相4个官职，耶律禹之在短短1年时间内就从次相升任左相，成为4相之首，辅佐耶律倍治理东丹国。可没过多久，皇太子耶律倍与辽太宗耶律德光之间产生了权力矛盾。耶律倍崇尚中原文化，主张以汉制治国，而耶律德光则更倾向于契丹的传统制度。在这场权力斗争中，耶律倍逐渐处于劣势，最终被迫投奔后唐。耶律倍离开后，耶律禹之成为了东丹国的实际掌权者，全面负责东丹国的政务。在担任东丹国左相期间，耶律禹之励精图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生产，安抚百姓，使得东丹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也逐渐稳定下来。他不仅重视农业生产，还积极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加强了东丹国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可以说，耶律禹之在东丹国的治理上立下了汗马功劳，深受百姓爱戴和辽太宗的信任。看到这里，考古队员们心中的一些疑问终于有了答案。这座墓葬之所以如此奢华，并非耶律禹之擅自僭越，而是他的身份、地位、功绩和财力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耶律禹之的身份极为特殊，他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同宗同源，是皇室近亲，这一身份让他在契丹贵族中拥有极高的地位。再加上他早年辅佐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后来又成为东丹国的实际掌权者，权倾朝野，这样的地位让他有资格享受远超普通贵族的待遇。其次，耶律禹之的功绩卓著，他在攻灭渤海国、建立东丹国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担任东丹国左相期间，他又励精图治，发展生产，安抚百姓，使得东丹国成为辽代的重要屏障和经济支柱。辽太宗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对他格外恩宠，或许正是在辽太宗的默许或者支持下，耶律禹之才能够修建如此奢华的墓葬。再加上耶律禹之拥有雄厚的财力，东丹国地处渤海国故地，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工商业发达。作为东丹国的实际掌权者，耶律禹之掌控着东丹国的经济命脉，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修建这样一座用琉璃砖铺砌的墓室，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耶律禹之显然有这样的经济实力。而盖之庸在后来的研究中也提到，辽代并没有明确的禁令，禁止贵族使用琉璃砖修建墓葬，只是规定了不同等级的贵族可以使用的墓葬规模和随葬品数量。耶律禹之作为权倾朝野的重臣，又拥有雄厚的财力，自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修建一座奢华无比的墓葬。这就像现在的富豪，只要有足够的钱，就可以建造豪华的住宅，并没有规定只有帝王才能享受奢华的生活。而那件刻有万岁台的金花银燕盒，也并非耶律禹之暗藏野心，而是东丹国权力的象征。耶律禹之作为东丹国的实际掌权者，在东丹国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件燕盒很可能是东丹国的国之重器，代表着他在东丹国的统治地位。万岁台3个字或许并非指耶律禹之本人，而是指东丹国的长治久安，是一种美好的祝愿。眼尖的观众可能发现了，目前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耶律禹之作为东丹国的实际掌权者，为何会将墓葬选在阿鲁科尔沁旗的裂缝山？这里远离东丹国的政治中心，也不是契丹族的传统墓葬区。难道这里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或者与耶律禹之的家族有着某种联系吗？就在这时，考古队员们发现，这座墓葬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经过仔细勘探，他们发现在裂缝山的山谷中还分布着许多同期的辽代墓葬。盖之庸推测，这片山坡很可能是耶律禹之家族墓群的所在地。契丹族的贵族墓地通常被视为禁地，非祭祀等大事，一般人不得轻易入内。
因此贵族墓地大多选定在相对封闭的山谷中，既安全又隐蔽。耶律禹之家族墓群就位于这样一处三面环山的山谷中，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考古队员们在耶律禹之墓南边约400米处发现了一些砖瓦等辽代建筑构件，推测这里可能是陵园的门部遗址。在墓群前排的正中有一座砌有石阶的台基式建筑，根据其形制和位置，考古队员们判断这应该是墓地的主要享殿基址。享殿是古代陵园中用于祭祀的场所，通常只有帝王或高级贵族的陵园才会设置，这也进一步印证了耶律禹之家族的显赫地位。更让人惊喜的是，考古队员们在裂缝山的顶峰发现了一处祭坛遗址。这座祭坛用石块砌成，曾高近2米，一侧有石砌台阶。整个祭台的规模比墓地中心的享殿还要宏大。站在祭坛上，居高临下，整个家族墓群尽收眼底，给人一种遁入天际之感。盖之庸推测，这座祭台应为耶律禹之墓的一部分，具有祭祀天地祖先的功能，是耶律禹之家族权力和地位的象征。经过进一步的发掘，考古队员们共发现了11座墓葬，这些墓葬分布合理，星罗棋布，显然是经过精心规划的家族墓群。其中耶律禹之的墓葬位于墓群的核心位置，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其他墓葬则按照辈分和地位依次分布在周围。让人遗憾的是，在这些家族墓葬中，仅一座小型墓葬未遭盗掘，其余墓葬早就被盗一空了。尤其是那座位于墓群前排的享殿遗址和顶峰的祭坛遗址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盖之庸推测，这座祭坛在清代时被盗墓贼误认为是耶律禹之的墓葬，遭到了大规模的盗挖，而真正的耶律禹之墓反而因此得以保存下来，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在对家族墓群的发掘中，考古队员们还发现了耶律禹之的曾孙耶律道清的一盒墓志。这方墓志详细记载了耶律禹之家族的谱系，包括家族成员的姓名、官职、生卒年月等重要信息，为研究耶律禹之家族的历史和辽代的宗族制度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通过对耶律禹之家族墓群的发掘，我们可以看出，耶律禹之家族在辽代是一个极为显赫的贵族家族，历经数代而不衰。后来经过相关部门批准，考古队员们以耶律禹之墓为中心，扩大了发掘范围，竟然发现了辽代贵族出行坐的驼车。起初考古队在耶律禹之墓西南约100米处发现了一处疑似墓葬的痕迹，可当考古队员们进行发掘时，却发现这里并没有墓道，与耶律禹之墓迥然不同。这种异常情况引起了考古队员们的高度关注。为了一探究竟，他们最终决定直接揭开墓顶。在清理至2米左右深度时，考古队员们终于发现了砖砌的四壁。继续发掘至墓室底部，一段彩绘墓园出现了。沿着墓园清理下去，一辆自北向南放置的大型木车遗迹赫然出现在大家眼前。原来这并不是一座墓葬，而是一座前所未见的辽代殉葬车坑。这辆木车仅存长方形木框，车框上绘有彩色莲花图案，虽然已经腐朽，但依然能看出其当年的精美。考古队员们还在车坑中清理出一件高42厘米的大型簪花鎏金铜铎和一些鎏金圆铃，这些器物应该是木车上的装饰。铜铎和圆铃在行驶时会发出清脆的声响，既美观又实用。车坑中部还放置有木柄铁制修车工具，包括镐、斧、锤等，显然是为了在阴间维修木车而准备的。盖之庸根据木车的形制和相关史料记载，推测这辆契丹车遗物应当属于辽代的驼车。这种驼车使用长圆车轮后置，用丝织品包裹车楼，并在车楼上装饰流苏，是辽代大贵族出行时常用的交通工具。驼车不仅宽敞舒适，而且适应性强，适合在草原和山地行驶，充分体现了契丹民族的生活特色。而更有意思的是，盖之庸解释说，这辆驼车可能也是耶律禹之的灵车，因为根据墓志记载，耶律禹之死于辽东京，而安葬地则在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苏墓，
两地相距千里，路途遥远。在1000多年前的辽代，交通不便，要将耶律禹之的灵柩从辽阳运至安葬地，需要一种既平稳又可靠的交通工具，而这辆驼车恰好符合这一要求。如果这一推测属实，那么这座殉葬车坑的意义就非同一般了。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辽代驼车的实物资料，还印证了耶律禹之异地归葬的传说。但不管怎么说，耶律禹之戎马一生，权倾天下，结局却如此荒凉。1000年后，当尘封的墓门再次被打开，残碎的骸骨似乎仍在诉说着昔日的风云与荣光。或许这就是命运给权力最后的讽刺，繁华落尽，唯有传说长存。这座几经盗扰的耶律禹之墓也被评为当年中国的10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墓里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丝织品、金银器、名窑瓷器，还有那件刻着万岁台的金花银砚盒，都展现了辽国贵族的极致奢华。如今这些文物都被修复保存，在内蒙古博物院对外展出。或许这也是命运的另一种安排，让那位曾权倾一时的耶律禹之能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在历史中被人记住。好了，本期的视频到此就结束了。不知道看完耶律禹之墓的发掘，您有何感想？欢迎在评论区留言。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会。